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丽丽。豆腐别再炒着吃了，今天分享一个豆腐意想不到的做法，加2个鸡蛋，不用炒，不用蒸，不用炖，出锅外酥里嫩，比馅饼还要好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块老豆腐和2个鸡蛋，我们先把鸡蛋放一旁备用。接着来处理老豆腐，把洗净后的老豆腐放在案板上，先给它切成厚片，厚度约1到2厘米左右。切好后再改刀切成长条，最后再切成豆腐块。切好之后放入大碗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再准备2个鸡蛋，把它打入豆腐的碗中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每一块豆腐都能裹上一层鸡蛋液。搅匀后再全部倒入绞肉机中，盖上盖子给它搅打成豆腐泥，尽量多搅一会，搅得越碎越好。搅好后放入大碗中，像这样细腻的豆腐泥就可以。再往里边加入4克酵母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溶解。搅匀后再加入350克普通面粉，去用筷子搅拌均匀，哪里有干面粉就往哪里搅拌。最后搅拌成这种大面絮状，再加入15克食用油，然后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，尽量多揉一会。最后揉成这样一个软硬适中的光滑面团就可以，再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，放一旁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。趁这个时间，我们来调一个馅料，大碗中放入1勺甜面酱，再加1勺芝麻酱，先放一旁备用。再准备几根小葱，先给它对半切开，再给它切成葱花。切好后放入芝麻酱的碗中，再往里边加入适量的椒盐，再加适量的花椒粉，然后淋入热油，激发出香味，用勺子搅拌均匀，最后调成蘸粘稠的酱料就可以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面团已发酵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保鲜膜看看，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很多，变得胖乎乎的，戳根手指下去不回缩，说明就发酵好了。面板上撒一些干面粉，把面团取出来，放到面板上，给它好好揉一揉，排气，尽量多揉一会，把里面的气孔排干净，这样做出来的面食呢，才会更加的蓬松暄软。气孔排干净后，再把面团揉圆揉光滑，然后给它搓成长条，也不用搓得太细，像视频中这样的长条就可以。再分成大小均匀的小面剂，先分4个大小均匀的小面剂，每个面剂约120克左右，最后再留一个大一点的面剂。切好之后，取一个面剂给它好好揉一揉，由外向内揉，把表面揉光滑了。表面揉光滑后，再把底部收严实，然后翻个面整理一下，最后整理成这样一个圆溜溜的小面团就可以。剩下的面剂用同样的方法给它揉成这样的面团，依次放到案板上，全部揉好后，取最开始揉好的面团，剩下的盖上保鲜膜，防止风干了，再把面团取出来，放到面板上，用手轻轻按扁，再取出擀面杖，给它擀薄擀大，给它擀成一个薄一点的大圆饼，尽量多擀一会。最后擀成这样厚度的大圆饼就可以，先放一旁备用。剩下的面团用同样的方法给它擀成这样厚度的大圆饼，全部擀好后，取最大的那张面饼平铺到面板上，然后放上刚调好的酱料，用勺子舀了放到面饼上，用刷子刷均匀。这个面饼呢，不用放满，边缘1到2厘米的地方不用放，馅料薄薄的刷上一层，不用放太厚。馅料刷好后，取一张面饼盖在馅料上，接着再舀上馅料放到面饼上，
继续用刷子刷均匀。现在的这张面饼呢，整张面饼都可以刷上一层馅料，刷好馅料后，再放上另外一张面饼，继续放上馅料，依次重复操作。每放一张面饼，都要放上一层馅料，用刷子刷均匀，直到盖上最后一张面饼，然后在边缘刷上一些清水，起到粘合的作用。再用底部大的那张面饼，把上面的这几张小饼包裹住，边缘处用手按压一下，让封口处粘得更加牢固，防止裂开了。包好后，给它翻一下面，然后在表面再刷一层清水，再撒上一些白芝麻，点缀一下，这样吃着会更香。像这样一个大面饼就做好了。接着准备一个蒸屉，底部铺上一张硅胶垫，防止粘连。再把面饼放到蒸屉上，再盖上盖子，2次发酵10分钟。20分钟后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很多，变得胖乎乎的。用手指按压能迅速回弹，说明就2次发酵好了。在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20分钟，时间到关火焖5分钟，再打开盖子。哇，好香啊！一股豆腐的清香味扑鼻而来，用手指按压能迅速回弹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其实呢，这一步就可以食用了，但是为了吃着更香，我们再给它煎一下。平底锅预热，倒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。油热后，把面饼取出来，放入锅中，用中小火慢煎，防止把底部煎糊了。在表面再刷一层食用油，锁住饼的水分，这样煎出来的饼呢会更加的酥脆。先给它煎1-2分钟，把底部煎至金黄。1分钟后，用铲子翻一下面，再煎1分钟，把另外一面煎至金黄。1分钟后再翻一下面，两面都煎至金黄就可以出锅了。因为这个饼是蒸熟的，不用煎太久。再把它取出来放到面板上，为了方便食用，给它切成小块，我这里给它切成了3角块。切好之后装入盘中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豆腐千层饼就做好了，表皮金黄酥脆，看着就很有食欲。这个饼呢，是用豆腐和鸡蛋和面的哦，真的是很特别。刚出炉的时候，那外皮金黄酥脆的不像话，就像在发光一样。咬上一口，外皮金黄酥脆，中间是蓬松暄软的，先入口便有一股浓浓的豆腐香味，口感超赞，而且它的层次超级丰富，一层又一层的，每一层都有满满的馅料。馅料是用甜面酱、芝麻酱、香葱、椒盐、花椒粉调制而成，味道浓郁又独特。这个饼呢，先是蒸熟，然后再用油煎了一下，这双重加工让表皮更加的金黄酥脆，吃起来咸香适中，每一口都超满足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